娘，喝药。夫人，娘，夫人，娘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吐血了！娘，你真逆女，你竟敢害我！苏洛秋，你在外流落16年，我们好心将你接回家，你竟然恩将仇报，残害娘！二哥，我没有，二哥，我只是想替娘熬一碗补药而已。姐姐，我知道你是想得到爹娘的认可，可你医术尚未学成，你怎么能乱给娘吃药呢？不可能，我自幼跟师父学医，我配药方不可能有错。事实摆在面前，你还敢狡辩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大哥，你看，药方里面的人参被人换成了药性相冲的桔梗，我们苏府的药被人调包了。什么？姐姐，这人参价格高昂，只有咱们苏家人才能接触，就算是下人想偷梁换柱，那也是没机会的呀。不会是……苏洛琼，你说是不是你偷卖了人参，用贱价桔梗来充数？不是的，不是我。还敢狡辩？苏唐，是你故意拿走人参，换成了桔梗。姐姐，我虽然只是苏家的养女，可我自小在苏府长大，最基本的礼义廉耻我还是懂的。这药明明是你熬的，你怎么能冤枉到我头上呢？不是的，我明明看到的就是你。够了！小唐是我从小带大的嫡女，她自小饱读诗书，端庄娴雅，怎么可能会去动那几株人参？我看分明是你妒忌小唐，所以故意栽赃陷害她。娘，不怪我只是苏家的养女，却占了姐姐10几年的嫡女之位，姐姐讨厌我也是应该的，要不我还是离开苏家吧。小唐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在娘心里，你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要走也该是她走。娘，明明就是他，我明明都看到。苏洛琼，你盗窃药材，毒害生母，犯下大错，不知悔改，你还妄图栽赃于他人，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进苏。我今日一定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。苏洛琼，就算你是亲生的又如何？还不是要被打死？苏府的嫡女只能是我。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被打死了吗？怎么会在药房？我重生了。苏洛琼，小唐的那几颗高丽红参被你偷藏到哪儿了？说。高丽红参，我记得1年前苏唐诬陷过我偷他的红参，难道我重生到了1年前？娘，我相信姐姐偷我的红参是一定有她的苦衷的。他能有什么苦衷？还是改不了以前在外时那偷鸡摸狗的坏习惯。那高丽红参定然已经被他偷吃掉了。又是这样。苏洛琼，小唐好心替你求情，你竟敢对他动手，你怎能如此恶毒？你不配做我们妹妹。大哥二哥，偷药的分明就是苏唐，你们为什么不信我？苏洛琼，你还敢狡辩？你真是个没有教养的小偷！你让苏府蒙羞！苏洛琼，我今天非要打到你认错为止。
苏唐随便一句话就能让苏家人定了我的罪，可萧商也是受尽冤屈，拼命解释，可直至惨死，都无人愿意听我一句话一个字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解释？对，是我拿的，又怎样？果然是你。好，既然你喜欢偷吃药材，我今天让你吃个够。其二，去把夜明砂还连苦胆拿过来。苏洛球，把这些全部吃完，再给小唐跪下道歉。娘，哥哥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只可惜我那株红参是我原本要给爹爹做补药用的。小唐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对他这种人，一定要狠狠的惩戒，他才能长记性。苏洛球，叫你吃药呢，快点！你竟敢打我！对，打你又怎样？还有你，苏唐，这个好东西应该给你来用。你疯了！你让开，疯子！唐儿，你没事吧？苏洛球，你是先疯了！苏洛球，你胆敢对我下手，你等着，我迟早要了你的命！你这个逆女！你妹妹好心替你说话，你竟如此待她！你给我滚出苏府！滚出苏府，求之不得。姐姐，爹娘，你们别赶姐姐走。要不是我说红参丢了，姐姐也不会这么生我的气。都怪我。小唐啊，你就是心太软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准你再替她说话。苏洛球，我命令你，现在立马下跪，给小唐磕头道歉。道歉？凭什么？我把这么好的东西送给他，他难道不应该高兴才对？苏洛球，你怎么能这么恶毒？无可救药，你真是从骨子里烂透了。我沈炼没有你这个女儿，我也没有你们这样的家人。自从我回来以后，你们偏听偏信，对我动辄打骂。这苏府根本就不是我的家。苏洛球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跪着，把这些药渣都吞下去，再给小唐跪着磕头道歉。我还可以当你是苏家人，否则你就滚出去，当你的乡野混子去。流浪在外，我至少不会被毒害致死。比起当你们这苏家人，我宁愿自己是个孤儿。从今日起，我和苏府就如同这缕断发，一刀两断，再无干系。被找回苏家前，我跟着师父当江湖郎中，日子也过得逍遥自在。上辈子我执迷不悟，错付真心，这一世我一定要活出自己的样子来。京城4大医馆之一清运堂，麻烦问一下，这里面发生了何事啊？这清运堂的小少爷5天前突发恶疾，医馆内坐诊大夫都束手无策，秦老爷花费重金请另外3大医馆名医前来，也都无可奈何。这会儿这小少爷眼看就不行了。这么多人治不好，如果我能行，岂不是就能在此坐诊了？哎呀，诸位良医啊，情势紧急，还请想想办法吧。小少爷这重症，连我家珍藏的1000年参汤都吊不住命，秦掌柜，恕我无能为力。
我的祖传秘方也无用。唉，小少爷这病恐怕只有20年前隐退的药圣才能医治。夫人，不若让我来试试。小姑娘，你是何人？哪来的黄毛丫头？赶紧出去！秦掌柜，令郎这病不难，我能治。不难，哪里来的后生？年纪轻轻，口气倒不小。我们京城4大名医都治不好小少爷的恶疾，你一个小姑娘竟敢信口开河？是，你姓甚名谁？师承何处？行医奇哉？敢在这里班门弄斧，妄下评判！如今情况如此紧急，你们还有心情论资历排辈分？诸位倒是名医，那如今境况下，诸位又有何救治之法呀？你竟然诋毁我们的医术！秦掌柜，还不把他赶走？秦掌柜，若我治不好令郎，我愿以命相抵。晨儿，你怎么样了？晨儿，秦掌柜，有这昌皇后生在，恕我等无法继续望诊，告辞。别走！别走！别走！大家不要走啊！来不及了，我这边为他医治。你要干什么？贱人，谁让你动我儿子？我要你偿命！我早就说把他赶出去，他这等狂妄无知，定会害死人的。秦掌柜，令郎已经好了，马上就会醒过来。你给我闭嘴！你治死我儿子，我与你拼了！我娘，晨儿，你醒了！你醒了。适才气息微弱，命不久矣。现在脉象强劲，我儿活过来了，我儿活过来了呀！这怎么可能啊？怎么可能？归元针法早已失传，她一个小丫头怎么会使用？神医呀！秦叔老朽无礼，秦某多谢神医，出手相助。多谢姑娘救我小儿一命。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。夫人快请起。秦掌柜，小少爷体内的热毒已被逼出，好生调养，5日之后便会痊愈。热毒？适才我儿的脉象是寒症，怎么会是热症呢？病人起初确实是寒邪入体，但起病时服用了大补之物，导致虚不受补，之后又被当成寒症医治，几副烈药下去如火上浇油，这才惊觉抽搐。不可能啊！我清云堂那是100年老字号，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？怎么会给我这质子服用大补之物呢？秦少爷自发病以来，每次用药都有计算，的确没有大补之物啊。连病症都能断错，还敢出诊救人？眼下小少爷清醒，定是他歪打正着，撞了大运。接下来可不能任由他胡来啊！秦掌柜，不如问问小少爷身边的人，5日前可误服过什么？黄头小儿就要大放厥词！爹，我5日前偷了你的千年参片，喂给了弟弟。什么？你因何如此啊？5日前我带弟弟去河边玩，弟弟不慎落水，湿了衣裳，弟弟头有点发热，我怕爹娘责怪，就……好了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原来真是虚不受补，热症发作呀。这么晚了，这苏洛琼怎么还没回来？她一介女子流浪在外，该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大哥，那种白眼狼出事了也是活该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都怪我，
是我惹姐姐生气，才让她冲动离家的。如果姐姐不生我气了，应该就回来了。唐儿，他都那么对你了，你还替他说话？这苏洛琼若是有唐儿半分懂事，我们苏家也不至于被弄得乌烟瘴气。哼，真是家门不幸，我都宁愿他死在外面，我就当没有过这个女儿。他那种厚脸皮的混子，怎么可能舍得离开苏家？说不定现在躲在自己房间呢。二弟，你知道苏洛琼住在哪里吗？我想去看看。他住哪儿？我怎么知道？来人呐！大少爷，苏洛琼住在什么地方？带路。是，大少爷。大少爷，这里就是大小姐的住处。什么？苏洛琼回来2年，就住在柴房？之前夫人说大小姐教化不通，无事不得靠近主院，所以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啊，前几天刮风下雨，屋顶漏雨，寝室地面尚未来得及风干。再怎么说，她也是苏家的小姐，你们怎么能让她住这种地方？大小姐她起初也提过想要换住处的，可大少爷您没同意。大哥，我现在住的房子实在是太旧了，你能不能给我换一间呀？你才刚回来，礼节规矩都还没有训好呢，就想着要挑三拣四，奢靡无度了？不是的，大哥，是我现在住的房子，它实在是……苏府的房子再旧，也比你流落在外、居无定所时要强。刚进苏府就贪得无厌，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。我实在是不知他的住处竟是这般的破败。怎么连床都是湿的？他住在这样的环境，是怎么忍下来的呀？少爷，其实这屋里也有干燥不漏雨的地方，是大小姐她自己不愿意把床挪过去。这是我给他的遗书，他是宁愿自己淋雨，也不让遗书受潮。大哥，你看，我发现这书上有个药方，它不太对。你看，你刚从乡下回来，毫无根基，这才学几天医啊，就敢眼高手低，挑医书的错处了？不是的，我这真的……大哥，我这儿有个药方，用量总拿不准，你可有空帮我瞧瞧？有空这就来。原来苏洛琼真的是有潜心研究的，这怎么有火堆？少爷，夫人说大小姐规矩不好，不能上桌吃饭，所以她需每日等大家吃完，看厨房是否有剩饭。有时候实在没什么剩饭，她就只能出门找些野菜，吃些菌菇，自己凑合一下。你是说，我们苏家的小姐吃了2年的剩饭，甚至还吃不饱？沈姨大恩大德，秦某感激不尽，稍后必当重金酬谢。不知沈姨刚刚用了何种针法，居然能够转危为安呢？我用的是归元针法。归元针法，竟然真的是古籍中记载过的能起死回生的归元针法。原来竟然我狂妄自负，傲视轻误了。小沈姨，老朽言行误撞了，请恕我方才无礼呀。小神医，不知如何称呼啊？平日在何处看诊呢？老朽厚颜，敢问日后可否讨教一二啊？我既已与苏家断绝关系，这一世这苏姓我也不要了。各位称我洛琼便是。如今我居无定所，所以还想请问秦掌柜，不知这清运堂可还缺坐诊大夫啊？
洛姑娘愿再次坐诊，金某求之不得呀！罗大夫，我愿出白银100两，请你来我医馆坐诊。我出200两到我的医馆来，我出300两，另配洒扫仆人。哎，罗大夫治好我儿子，那就是跟我清运堂有缘。我出白银1000两，你们都别跟我争啊！哎呀，我竟然值得这么高的酬金。秦掌柜，不必如此，我只求一间干净房屋，3餐暖饱即可。哎呀，这杏花斋的糕点真是越来越难吃了。二弟，你知不知道苏洛琼住在透风漏雨的柴房里，一日里只能吃些残羹剩饭，甚至有的时候还忍饥挨饿。什么？不可能吧？我苏家还能缺他一口吃的？我亲眼所见，岂能有假？大哥，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怎么那么关心那个废物？哦，对了，二弟，平时家里的账目都是交由你来协助打理的，你这几个月有给苏洛琼月银吗？给他月银？他每个月都乱拿药，现在还倒欠我药馆的银子呢。乱拿药？管家，大少爷，苏洛琼平日里在药房里都拿了什么药？大少爷，大小姐她没有拿药，拿的都是医馆废弃的药渣。废弃的药渣？药渣？去，把那些药渣给我找过来。是。大少爷，大小姐的药渣。这些都是解毒的药方啊！苏洛琼她难道中毒了？把这些药材研磨成粉，今晚给我。大哥，我今日身体有些不适，明日完成可好？规矩没学好，就先学会摆大小姐架子了？怎么，这点小事都不愿意做？不是的，我愿意的，我今晚一定研磨好。那就快点研。原来他真的身体不适，可是他怎么会中毒呢？来，多派些人手，务必要把洛琼给我找回来。是。行了，大哥，别管那个苏洛琼了。我问你，你记不记得清运堂的秦掌柜？记得，先前他来府上为此求医，不就是二弟前去问诊的吗？无功而返。这清运堂啊，来了位神医，一套归元针法，当场把人从鬼门关捞了回来。归元针法啊，那不是前朝仙医堂的绝学吗？记得当年我们苏家的先祖就是因为得了2张仙医堂的药方，才有幸擢升太医院的。如今仙医堂的后人现世，我们应该找到好的时机上门拜访才是。拿去抓药就行。谢谢大夫。罗大夫，快带上医箱，随我去丞相府。去丞相府做什么？当朝丞相唐大人近来时难下咽，日渐消肿，服用了多副汤药都不管用。太后降下懿旨，谁能治好丞相大人，不拘出生来历，立即封为御医。我已为你报名，你快随我去吧。多谢秦掌柜，您稍等，我看完这个病人就随您过去。二弟，小唐，这个时辰你们怎么不在医馆看诊呢？看什么诊啊？近来京中传闻，那清运堂的神医可以起死人肉白骨，病患全都跑他那儿去了。其他医馆门可罗雀，去有何用？那正好，丞相大人近来时运不振，正在招纳良医，你们随我前去。好，这就去。
大哥，你好端端的干嘛叹气啊？这苏洛琼还没有找到，他在外面到底经历些什么呀？他怎么会中毒呢？大哥，你就别操心了，他就算是中毒了，也是在外面沾染上的。是啊，大哥，姐姐流浪在外那么多年，说不定她就喜欢居无定所呢。算了，这苏洛琼的事，我就自己再想办法吧。对了，小唐，一会儿去看诊的时候，由你来辩证开方。这次机会可是难得哦，你要是医好了丞相大人的病，便有机会打破先例，成为我们当朝的第1位女御医。是大哥，我等会儿一定好好表现。走吧。唐大人的脉象软弱细沉，小唐，你来说说该如何开方。唐大人，脾胃气虚，食之未完，只需2服4君子汤即可缓解。4君子汤已服过3服了，并没有什么效果。无妨，那便换理中汤，1日3次。也用过了，喝了3天，都吐了。这样的话，先用保和汤。你这医女到底会不会看病啊？怎么开的方子如此寻常，连我家丫鬟都说得出？夫人赎罪。你们苏家号称衣冠世家，家学渊源，本相对你们给予了厚望，这才召你们前来诊治。可是这苏家医女的医术，还不如游方郎中。就是，我真怀疑你到底是不是苏云盼的亲生女儿啊！老爷，青运堂的神医来了。快请。神医，里面请。苏洛琼，我已与苏家断绝关系，再相见也应是陌路。不，啊，他怎么可能是苏洛琼呢？我真的是找人找魔怔了。大哥，你说这青运堂的神医，仙医堂的后人，怎么是一介女流啊？大哥二哥，那仙医堂那般厉害的存在，真会找一个女医作为传人吗？此事确实蹊跷，我们先在此旁观，看看他的医术究竟如何。民女见过唐大人。你就是青运堂的神医，能将垂死小儿救活的骆大夫。正是民女。最近声名鹊起的神医就是女医。骆大夫，你既为女子，近身就诊，多有不便呀。夫人，民女会悬丝诊脉。啊？悬丝诊脉？我们苏家世代行医，从未见过哪位医者可以做到悬丝诊脉。大人，我大哥说的没错，这悬丝诊脉本就是江湖传说，本无依据。这位女医如此行径，很难让我不怀疑，她是在故弄玄虚。是啊，唐大人，你可千万别被这华而不实的招数蒙蔽了。这……大人，夫人，口说无凭，民女是否会悬丝诊脉？诊脉之后，自见分晓。夫人，我们不妨试他一试。好吧。骆大夫，那就请你坐到屏风之后，为我相公悬丝诊脉。夫人，这悬丝诊脉之术实在离奇，我们苏家乃衣冠世家，愿在旁替夫人鉴别一二。那你们也到屏风之后吧。是。骆大夫，脉象如何？这脉象是死脉。什么？骆大夫，唐大人虽然身体抱恙，但是双目有神，面色红润，他怎么可能是死脉？
我就说这悬丝诊脉不靠谱，看来这所谓的神医不过是个哗众取宠的骗子。骆大夫，我们女医立足世间本就不易，你怎可弄虚作假，败坏女医名誉呢？骆大夫，我相公好端端的，却被诊出死脉，你作何解释？回夫人，确是死脉无疑。骆大夫，你明明就是诊错了，你又强词夺理又有什么用呢？没错，唐大人好端端坐在那儿，你竟敢胡言乱语咒大人，你真是不知死活！骆大夫，唐大人仁德，你还是赶紧下跪认错，承认自己医术不精，求大人轻罚吧。骆大夫，你还要固执己见，坚持自己诊出的是死脉吗？是夫人，确是死脉，不仅是死脉，还是木脉。什么？想必屏风后的丝线，并未系在唐大人手上，而是系在一个木质死物上。骆大夫，你真的是越说越离谱了。你这女骗子，当真是荒唐！你们又未亲眼所见，凭何断定是我诊错？因为我们乃衣冠后人，这悬丝诊脉本就不可能实现。若这丝线真的是系在了木头上，我就给你下跪认错。好，真相如何？打开屏风便知。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好，我满足你，这便打开屏风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丝线竟真是系在木头上的？不，他肯定是碰巧猜中而已。骆大夫，请见谅，这悬丝诊脉之事实在玄幻，所以我家相公便想试上一试，没想到这世上竟真有如此神迹。夫人谬赞了，苏小姐，你现在可以跪下道歉了。骆大夫，是我们见识浅薄，我苏燕给您赔不是了。您大人有大量，能否饶过我小妹的妄言？是啊，骆大夫，我刚刚质疑你，也是不想败坏我们女医的名誉。你我同为女医，我自然不允许你言行不一，败坏名声。所以苏小姐要践诺，你还是说苏小姐表面仁义，实则却表里不一，打算出尔反尔？我小妹自不是那样的人。大哥二哥，小唐，这次确实是我们错了。你既然有言在先，便就应该信守承诺，下跪认错吧。骆大夫，苏唐出言无状，是我错了。唐夫人，我现在可以为大人诊脉了吗？自然。骆大夫，脉象如何呀？这脉象是畜生脉。什么？骆大夫，你这是何意？难道就凭你会悬丝诊脉，就敢对大人如此无礼？没错，你别仗着有点医术就以为可以为所欲为，辱骂朝廷命官，你真是找死！是啊，骆大夫，医者仁心，除了技艺以外，最重要的是德性。方才唐大人不过是试了你一下，你便出言报复，如此品德，怎配为医者？骆大夫，你这畜生脉是何意？脉象显示，这乃是一只4条腿的活物，那定然不是唐大人，所以是一只家畜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刚刚亲眼所见，唐夫人把丝线绑在了唐大人的手腕间。看来你这悬丝诊脉不过是夸大其词、故弄玄虚的诓骗人的技巧罢了。哼，我刚刚便说了，他能诊出死脉，纯属是碰巧猜中而已。这悬丝诊脉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嘛。既然你们笃定我误诊，那可敢与我打一个赌？有何不敢？倘若你这次仍未整错的话，我们3人给你下跪磕头。二弟，大哥，放心，他不可能赢的。这屋内怎么可能凭空出现一只家畜呢？唐夫人，还劳烦请您将屏风挪开，揭晓真相。
什么？这丝线的另一头竟然是只狗！这狗从哪儿冒出来的？看来这位洛神医当真是仙一堂后人。洛神医，方才这狗儿在床边睡觉，老夫一时兴起，便又试了你一次，还望神医不要见怪。大人无妨，既然我说我会悬丝诊脉，自然不惧大人考验。苏太医，方才你们的对话我都听到了，你们技不如人，是不是该愿赌服输啊？洛神医，你的医术当真是出神入化，苏叶佩服。这一跪，我真的是心服口服了。二弟，小妹，洛神医，我之前有眼不识泰山，还望神医莫要与我计较啊！请洛神医恕罪。洛神医，请。洛神医，我相公这胃疾，汤药用尽皆无效，你快看看，可有什么办法？唐大人这病症，并非胃疾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刚刚诊过脉，分明是胃疾啊！我明明食难下咽，不是胃疾，又能是什么呀？是啊，这所有的郎中诊断的都是胃疾，这难不成全京城的大夫都诊错了？大人心火旺盛，最近是不是怀有心事，背负重压，夜不能寐？确有此事，我相公最近经手重案，百般纠结，寝食难安。重案？难道是秦氏侯府那桩案子？那便是了。大人，这是心疾，疼痛蔓延至脾胃，从而影响食欲。心疾这般严重，可还有救？无妨，稍后我将药丸送至府上，您每日服用便可缓解。另外，我再劝大人一句，与其患得患失，将自己逼入绝境，倒不如顺心而为，方可心安体健。与其患得患失，逼至绝境，不如顺心而为。神医高见，老夫受教了，多谢神医。竟是心疾，我刚刚怎么没有想到呢？不愧是仙医堂的传人，果真不凡啊！那我这便回去给大人制药。管家，老爷，送骆大夫出府。是。这位洛神医治好唐大人的病后，很快就会成为当朝的第一位女御医。身为女医，她日后定会成为太后和宫妃面前的红人。大哥，二哥至今未能进太医院，我身为女子，更是一身医术无处施展。倘若我们能与这女神医交好，日后她在太后面前美言几句，会不会能拉我们一把？有道理。二弟，小妹，我们快去结识一二。嗯。骆大夫接旨。太后有旨，骆大夫医术精湛，就治丞相有功，特封为当朝第一女御医，钦此。民女谢太后懿旨。大哥，小唐，这太后懿旨这么快就下来了？他是苏洛琼。苏洛琼，大哥，你糊涂了，这可是仙医堂后人，怎么可能是苏洛琼那个废物可以比的？可能是我看错了。骆御医，在下苏琪，乃太医院苏院判之子。与我何干？我还要问着，若你们无事，速速离去。是。这女神医好生傲气。哎，什么傲气？这叫神医气质。如此年轻，医术就这般了得，摆高姿态也是理所应当嘛。哎，那倒也是。罢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
娘，您快起来！娘，您的心急又犯了。娘，你坐好，我去给你找药。来，娘，快吃。好些了，还好有小唐给我研制的养心丸，要不然我这把老骨头怕是要入土了。幸好我们有小唐这样的好妹妹，真的是万幸。小唐，正好母亲的养生丸快吃完了，你再练点。好。苏洛琼，养心丸治好了吗？马上就好了。苏唐，这是我的药房。什么你的药房？这间药房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。幸好我机灵，拿走了那贱种的药方。我这就去炼制养心丸。这药方上怎么没有标注药材用量啊？肯定是苏洛琼这个贱人故意不标注用量，让我无法炼制丹药的。我不能让家里人知道养心丸不是我炼制的。既然它没有标注用量，那我就随便蒙好了，反正外观也看不出来。骆御医，恭喜呀！秦掌柜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唐大人刚刚派人前来，说你的养心丸呀，药效奇强，特派人送来谢礼呀。有效便好，唐大人客气了。啊，对了，唐大人有一要事嘱托。什么事啊？唐大人破了桩大案，找回了被害失踪的侯府世子。如今侯府世子昏迷，急需人医治。唐大人举荐了你，召你前去侯府问诊了。上一世侯府案迟迟未告破，世子英年早逝，轰动一时。这一世唐大人竟真遵从己心，破获了案子。好，我定当全力医治。苏家还真是冤家路窄。苏燕啊，小唐，世子身份尊贵，一会儿我亲自诊脉，你们在旁观摩。是。骆御医，里边请。那便是当朝的第一位女御医，想必是丞相大人请来看诊的。哦，骆神医，侯府戒备森严，请摘下面纱。是。小唐，看来今日我们有幸得见神医的真容了。苏洛琼，真是苏洛琼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苏洛琼，近来名声鹊起的女神医，怎会是你？我的事又与你们何干？慢着，姐姐，你流落在外10几年，连医书都没看过几本，怎能给人看诊呢？我医术如何，病人心中自有决断。你们是谁？3言2语就下定论。孽障！这里是侯府，岂是你这种身份卑贱的人该来的地方？赶紧滚！我乃当朝御医，受诏前来看诊。苏院判有何权利替侯府改？你苏院判，骆御医，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唐大人，我与苏府已再无瓜葛。洛琼，你知不知道，我近来一直在找你，你别闹了，跟我回去吧。回苏府？回苏府继续吃那残羹冷饭，住漏雨柴房，捡药渣自救？什么？骆御医如此医术，在你们苏府却受过这般冷遇？姐姐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计较那些事啊？
先前你在家的时候撒谎骗人、小偷小摸，我们都已经不计较了。这可是侯府，你那些花招被识破后，可是会被定罪的。洛秋，我已知你有在用心的学医，但是这区2年，打基础都勉强，你怎能胆大包天，宣称自己是神医啊？又来了，苏燕，无论我说什么，你们苏家人都不会信，那就不要多余闲话了。我的事，你们少管。你这个不孝不悌的孽障，看我不教训教训你！住手！苏院判，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骆御医的确医术了得，前几日老夫突发心急，他给我开的养心丸，那效果可是立竿见影啊！什么养心丸？那分明是小唐研制的药。苏洛秋，你的御医名号竟是靠小唐的药方得来的。口说无凭，若他苏唐真有本事，怎无人请他看诊？苏洛秋，你抢了小唐的功劳，你就没有半丝悔意？各位有什么事情非要在侯府门前争吵？我提醒各位一下，世子殿下可是还在里面等着呢。抱歉，我这就进去看诊。骆御医，请吧。苏叶、苏洛琼这种半吊子水平，在辩证的时候是怎么糊弄人的？爹，洛琼的医理确实是不错的，不过他这几次看的病患，皆是其他大夫误判病因的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看来呀，是前人在诊治的时候，已经验证过了错误的方法，这才让他撞了大运，找到病因。哼，罢了，我们先进去吧，这件事情日后再说。走。等了这么久还没定论，苏元判，婉儿究竟何时会醒？夫人，世子殿下身中剧毒，暂时无药可解。胡说八道！你这庸医，休要口出妄言，诅咒婉儿！夫人恕罪，世子之毒，毒性极少，老臣却无良方啊！夫人，不若让我试试看。苏洛秋，你别乱来！你就是那个丞相力荐的女御医，快去！是。如何？回夫人，世子确实身中剧毒，时日无多。庸医，全是庸医，医术不精就直说，莫要扯上别的理由。姐姐，我知道你是想表现自己，爹刚才已经下过诊断，你又站出来重复病情，不是让夫人更难受吗？夫人莫急，世子之毒，我有办法。骆御医，你此话当真？夫人，这苏洛琼不过是个江湖骗子，他最擅长的就是故弄玄虚，你切莫让他胡来呀！苏元判，你这是何意？自己不行，也不愿让他人为我而医治。老臣冤枉啊！夫人且看，老臣这就拆穿他。苏洛琼，世子之毒已蔓延全身，你倒是说说如何配药？具体解药配方，尚需时间研制。哼，所以你并无良方，你却骗夫人说有药可解。姐姐，你还是赶快向夫人认罪，承认自己根本无法医治。你现在认错，我和爹是会帮你求情的。夫人，我刚刚所述，绝无半点虚言。夫人，并非老臣多管闲事，只是这苏洛琼是老臣早年失散，2年前才找到的逆女，她的奸性如何，老臣再清楚不过。既是如此，苏洛琼，你欺瞒侯府，该当何罪？夫人，苏家待我极尽苛刻，前段时间我们已断绝关系，苏家所说，洛琼不认。那解药的事你又该如何解释？虽然解毒还需些时日，但是我已解毒丹，再辅以针灸，可以立刻压制世子毒性，令世子情况得到缓解。此话当真？洛琼愿以性命担保。好，你这边为世子诊治，倘若情况未能缓解，你的脑袋就别要了。是。姐姐，你如此一意孤行，一旦诊治不利，是会连累整个苏家的呀。夫人，切不可让他胡来呀！夫人，
景明，你听见了对不对？苏洛琼，你是什么时候习的医术？与你无关。洛玉衣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夫人，世子体内毒性强劲，无法立刻化解，需要持续治疗，再根据情况调配解药。不过夫人请放心，1个月之内，我定让世子恢复如初。好，我再给你1个月的期限，只要你医好我儿，侯府绝不亏待于你。来人，赏洛玉衣白银1000两，别院一座。是。夫人，不必如此重视。洛玉衣，我赐你别院是为了方便你随时前来就诊，不可推辞。是，谢夫人。我只是例行诊治就能得到如此厚待，可笑我在苏府付出的一切，却只得了风雨凄苦，食不果腹。上一世我可真是……苏洛琼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咱们走着瞧。唐大人，恭喜洛玉衣得侯府赏识。洛琼多谢唐大人举荐。哎，哪里哪里，是你自身医术不凡，才能得此机会。本相不过举手之劳，不必言谢。姐姐，你早就在唐大人那里知晓了世子的情况，所以提前备好了解毒丹，对不对？你们真是为了维护自家人，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怎么，承认苏家人医术不精，就这么难吗？洛琼，注意自己的言辞。苏洛琼，不要以为你有几分小聪明就可以沽名钓誉了。哼，看在你尚未犯下大错，累积苏家声誉的份上，如果你现在认错，我便可以饶你擅自离府之错，允你回府。回苏府？回苏府？你做梦！你竟如此不知好歹！父亲，你过往总说我不配姓苏，怎么，如今我得了侯府的赏识，你就愿意认我了？苏洛琼，你才治了几个病人，你便敢在我面前摆出一副小人得志的姿态？苏洛琼，父亲主动让你回府，是想给你体面，你怎能出言不逊？体面？你们说的体面，就是在苏府住破柴房吃剩饭？你之前受的委屈，是我这个做大哥的失察。等回去以后，我会自行补偿。但是这并不代表你可以任性妄为，当众顶撞父亲。你说的补偿，我不稀罕。之前是你们对我百般羞辱，如今我已和苏府断绝关系，你们再也不是我的长辈。好你个白眼狼，你找死！苏雄，这里可是侯府，轮不得你放肆。好，好，好，苏洛琼啊，苏洛琼，你竟如此不知好歹，以后你可不要后悔！哎，什么？大哥，小唐，你们说的女医是苏洛琼？二哥，千真万确，之前我们都被他给蒙骗了。好啊，他竟然装腔作势，骗我对他礼遇有加，这个贱人！哼，小唐为我研制的养心丸，居然被苏洛琼拿去邀功，真是卑劣！姐姐如今当了御医，连爹都不放在眼里了。哼，苏燕，务必让他回府好生管教，免得以后他行医误诊出了差错，毁了我苏家声誉。大哥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我们是不是低估了苏洛琼啊？今日他的针法我都没有看清，就光说他拿出的解毒丹，压制毒性，立竿见影，是我无法做到的。解毒丹？其实那是我之前研制的药方。什么？是你？毕竟她是我姐姐嘛，我先前是不想告诉大家的。可是她今天对爹的态度实在是太过分了，我就只能告诉你们了。原来是小唐的药啊！我就知道苏洛琼那个乡野混的根本不会医术，原来是无知者无畏，乱用小唐的药，瞎猫碰上死耗子，刚好对症而已嘛。不对，如果一次
他是运气好，可是秦少爷，还有唐大人，还有世子苏洛琼这几次医治，难道都是撞大运吗？大哥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不会真的相信那苏洛琼真的有医术吧？他的秉性我们谁不清楚啊？其实我是不介意姐姐用我的药方的，只是这用药如用兵，需要十分谨慎。万一日后姐姐误诊了哪位贵人，那是会连累整个苏家的呀。太可恶了！这当朝第一女御医，明明应该是小唐啊！那你心急又犯了。娘，你近日发病怎会如此频繁啊？快，扶你母亲到卧室去休息。娘可千万不能有事啊！小唐，母亲今天已经吃过养心丸，为什么还会犯病？竟如此的严重？苏洛琼这贱人故意不标注养心丸药材用量，害我此时无法交差，真是该死。应该是娘的病情加重了，都怪我没用，没能让娘痊愈。小唐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若不是你研制的养心丸，娘这2年连床都下不了。你若是无用的话，我们这几个当哥哥的岂不是更加无颜见人？但这养心丸似乎是苏洛琼走后才开始效用不佳的，难道这也是巧合？夫人，你醒了？我这是心急又犯了。夫人，近日啊，你可要静心休养，切莫动气呀。娘，都怪我没用，没能研制出更好的药。这与你何干呀？要怪就怪苏洛琼那个逆女，若不是她不断作妖，我怎会心急发作？我这病是被她给气的。苏洛琼把母亲给气病了，自己在外面潇洒快活，简直畜生不如。父母患病，子女理应衣不解带，床前事急。你们2个明日就去把苏洛琼给我找回来，让她床前尽孝。娘，你就放心吧，苏洛琼她跑不了，明日一定把苏洛琼给她带回来，让她好好孝敬你。好了，你们都先下去吧，让你娘好生休养。去吧，啊。夫人。小唐，我有话要问你。怎么了，大哥？养心丸，当真是你研制的？大哥难道发现了？不，药方在我手里。苏洛琼别想翻身。是我研制的，只是姐姐回了家之后，爹便让她跟着我了，所以我的药方她都看过。大哥，你怎么会问小唐这种问题呢？苏洛琼那个贱人回来之后，小唐就时常受欺负，他已经够委屈的了，你这个时候竟然还怀疑他？没事的，二哥，姐姐毕竟才是苏家的亲生骨肉，她在外面流落了10几年，大哥心疼也是应该的。大哥，你太过分了！小唐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他什么品行，我们还不清楚吗？苏洛琼那个人，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？自从他离家出走之后，你就处处偏袒于他。我偏袒苏洛琼？你跟我来，看看到底谁偏袒谁。走。哎呀，这什么破地方啊，大哥！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好恶心啊，这里。恶心？这就是苏洛琼住了2年的地方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小唐，这2年，洛琼时常与你在一起，你难道不知道他住在这种地方？他没说过。苏洛琼不说，说明他喜欢住在这里。他流落在外时，习惯了吧？他说了，又有谁会在意呢？好了，大哥，我们又不是故意苛待他的，等他回来再给他换一间不就行了吗？二弟，你仔细看看这书上的批注，你告诉我，洛琼的医术见地到底差不差？
行吧，他确实有几分小聪明，但聪明没用到正处。他抢小唐东西，就是心术不正。罢了，明日你们随我去找洛琼，好好的劝他回家。劳烦转告夫人，3日之内，世子便会彻底清醒。是，奴婢这就去禀告。洛御医，苏府少爷和小姐登门，说有要事找你，夫人特命我将人带来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洛琼，母亲因你离家，心急发作病倒了，你快跟我们回去，莫要让她挂怀。我从小就是孤儿，哪来的母亲？苏洛琼，父母恩大于天，你连父母都不认了，你还是人吗？苏家的父母恩，我早在上一世就用这条命还清了。生恩没有养恩大，我自小就是我师父带大的，所以我就只有我师父一个长辈。至于苏府的2位长辈，我可不敢攀扯。姐姐，大哥、二哥他们都很挂念你，特意来请你回家，你怎么能这么跟他们说话呢？让开！苏洛琼，我警告，今日你要不跟我回府，我就让你身败名裂。我说，让开！苏洛琼，这是你自找的。侯夫人到。洛御医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侯夫人，我要告发苏洛琼，她品行败坏，不配行医。此话怎讲？苏洛琼，她学艺不过2载，今日声誉全是作假得来的。如今她更要过河拆桥，不认父母，不忠不孝，还望夫人严惩。把话说清楚。二弟，大哥，苏洛琼都不认父母了，你还为她开脱？夫人，苏洛琼自小在外遗失，还沾染了一身恶习，根本就是个江湖骗子。我们已经核实过了，她拿出来的养心丸、解毒丹，都是小妹苏唐所研制的药啊。我们本来不想说这件事的，可姐姐她现已走入歧途，我们不愿看她再错下去了。夫人，苏洛琼资质是不错的，她一身医术皆是我们苏家传授，并非是骗子。我们今日前来，只是想让她回去为母侍寝。不辨是非，颠倒黑白，这就是我前世心中看得比命重的家人。洛御医，你作何解释？夫人，他们3个一派胡言。苏燕，你说我一身医术皆来自于苏府，可这2年之内，你只给过我一本基础医术，请问苏府到底教了我什么？苏洛琼，我一直在帮你解释，你听不懂话吗？还有养心丸、解毒丹，你们说是苏唐研制的，那我只问一句，我的归元针法难道也是来自于苏府？你惯来会骗人，这归元针法的大忌，定然早就知道归元针法已经失传了，故意这么说的。谁知道你那针法究竟是什么路数？你们不忍，莫怪我不义。夫人，我并不是苏府失散的女儿。你说什么？试问有哪家的女儿被找回来后，住漏雨的柴房，吃不饱，还被当下人使唤？夫人，我这2年在苏府过得到底如何？你一查便知。洛御医所说可属实。这件事我们虽有过失，但苏洛琼她并非全然无辜啊！若不是她偷抢小唐的东西，我们又怎会对她忽视至此？夫人，还有养心丸、解毒丹，皆是我进苏府之前将我养育大的师傅传授于我的，根本与苏府毫无关系。我怀疑苏府就是贪图药方，才假借失散女儿之名将我诓骗进府。苏洛琼，你含血喷人，亏我还一直为你说话，你怎能如此污蔑苏家？我苏家乃是衣冠世家，岂会觊觎你的药方？姐姐，你怎么能凭空捏造事实呢？够了，你们各执一词，到底孰真孰假？夫人，我一直在给世子治疗，这解毒丹与归元针法相辅相成，疗效极佳。
世子如今身体情况如何，您心里最清楚不过。若你苏洛琼能治好世子，换我大哥来，效果定然更好。夫人，不妨换我大哥一试。放肆！当我儿是什么人？随便什么人都能乱来。娘，景明，景明，你醒了，好些了吗？我都听到了，无妨，让他们试吧。我相信陆羽衣。景明，景明，也罢，景明既然愿意，你便来试一试。是夫人。这毒如此棘手，稍有不慎，患者便会暴毙当场。难怪父亲说无药可解。苏太医如何？下官无能。既然无能，就休要来我侯府作乱。来人！夫人，给他们100两银票，全当成了骆玉衣这2年在苏府的花销。从今以后，不允许他们再踏入侯府半步。是。三位，请吧。我和父亲都解不了的毒，苏洛琼竟然能做到，让世子的脉象平稳。他的医术竟然在我和父亲之上。可这2年之内，你只给过我一本基础医术，请问苏府到底教了我什么？我的归元针法难道也是来自于苏府？还有养心丸、解毒丹，皆是我进苏府之前将我养育大的师傅传授于我的，根本与苏府毫无关系。倘若洛琼没有撒谎，那一直以来撒谎的人……来人！大少爷，立刻去丞相府找唐大人，求他匀2颗养心丸给我。是。少爷，养心丸。娘，该吃药了。真相到底如何，很快就能揭晓了。母亲，你病情好转，都能下地了。多亏了小唐的药起作用了，有小唐这样的女儿，真是我的福气。哪像那个苏洛琼，一无是处，只会气人，惹人厌恶。那苏洛琼何止是气人，他恨不得害死我们呢。错了，错了，全错了。母亲，你病情好转，是因为我今日喂你吃的是苏洛琼的药。你在说什么呢？我一直以来吃的都是小唐的药啊，跟苏洛琼有什么关系啊？是啊，大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母亲，你今日吃的养心丸是我向唐大人那里求来的。你们难道没有发现，苏洛琼走后，母亲才开始频繁犯病的？那都是因为苏洛琼给气的。苏洛琼说这养心丸是他的药方，如今我也亲自验证，他的药的确是立竿见影。难道这还不能说明真相吗？苏唐，这药方当真是苏洛琼的？不，是姐姐她看过我的药方，她肯定偷偷加大药量了，这才使药效更为明显。可是药三分毒呀，我是绝技无法这么做的。小唐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说实话？大哥，小唐不都解释了吗？你还想怎么样？那苏洛琼他就是个白眼狼，你不能因为他冤枉小唐啊！苏洛琼不仅治好了唐大人，还让母亲的病好转，还医好了世子的毒，这一件件事实摆在面前，难道你们都看不见吗？大哥，那药方真的是我的，现在
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你相信我了。大哥，你那么凶干什么？都吓到小唐了。那苏洛琼还说他会归元真法呢，难道这你也相信啊？好了好了，这些事都等过些时日再说。等苏洛琼回来，我们再好好问他。在这之前，不要把家里弄得乌烟瘴气的。这里气氛不好，我要回房了。小唐，我们走。夫人，我们也回去歇息吧。洛琼妹妹，这就是你在苏家所面临的困境吗？哪怕是铁证如山，可小唐的一滴泪就能把一切推翻。我儿，你醒了。娘，前边不小，让你担心了。这些日子你受苦了。洛神医，景明是不是没事了？世子已无大碍，只不过体内余毒未清，还需要一段时间疗愈。洛神医，从今往后你就是侯府的恩人。夫人快别这么说，洛琼的医术只得了师父的5成真传，若是师父在就好了，那样世子一定能尽快好起来。娘，景明，姑娘你谦虚了。虽然这几日我不能动，但这知觉也是在逐步恢复。姑娘的用心，景明都清楚。姑娘的救命之恩，景明感激不尽。从今日起，姑娘你的事就是我裴景明的事。多谢世子殿下。哎呀，我就不信了，这太医院的库府里没有归元真法的记录。我定要揭穿苏洛琼，还小唐一个清白。找到了，归元真法并未失传，现存仙医堂唯一传人是归隐山林，被称为药圣的妙法真人。这药圣乃是整个杏林界的前辈，如今已年过60旬，行踪莫测，他不可能传授苏洛琼真法呀！总算找到你撒谎的证据了，这下我定让你苏洛琼跪在小唐面前磕头认错。苏洛琼，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罗玉以医术精湛，救治永安侯世子，有功，赐黄金100两，锦缎100匹，钦此。谢主隆恩。罗玉医，咱家还有一事叮嘱啊。这世子被害一案，内情复杂，事情远未结束啊。为了避免打草惊蛇，这世子苏醒一事，骆玉医暂需保密，切莫外传。公公放心，洛琼定然守口如瓶。苏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我家，你这是私闯民宅。苏洛琼，你别以为你攀上世子，我就拿你没办法了。我都查清楚了，归元真法的唯一传人是药圣妙法真人，所以你那真法是假的。这件事若是公开，你可就真要身败名裂了。药圣妙法真人，苏洛琼，我劝你老实回家认罪，把你说过的谎一桩桩一件件全部坦白清楚。如若不然，
我便只能大义灭亲，将你告上府衙，查你个欺世盗名之罪。我师父性情洒脱，行事不拘一格，医术高超，却从未提起他的名号。若是归元真法的传人只有一位，那我师父定是药圣无疑。药圣是你师父？就你苏洛琼，这种谎话你都说得出口，你真是厚颜无耻啊！你快走，不然我就禀报侯府，把你给打出去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嘴硬。好啊，苏洛琼，我这就去告发你。你给我等着！世子恢复的不错，7日之后便能下地行走了。洛姑娘费心了。殿下，丞相大人拜见。殿下，刚刚有人举报骆御医，说他假借归元真法之名，欺世盗名，沽名钓誉。可是苏家人……正是，骆御医，本相虽相信你的医术，但他们有卷宗为证，所以近期你需暂停行医，等待调查。殿下，这是诉状。你先退下吧。下官先行告退。原来洛姑娘的师父竟是药圣大人。多谢殿下信任。不必如此行礼，你我之间何必如此生分？我的命是你救的，不信你又能信谁？来人，派人去探查医圣足迹，一旦找到，不惜代价，务必将他老人家请来京城，为骆御医证明。是。怎么样，收到通知了吧？你行骗的事情已经人尽皆知，你没办法再行骗了。苏琪，你来这只为了说这件事？没错，你现在给我下跪道歉认错，二哥我嘛还可以大发慈悲考虑带你回家，否则你定罪之后就等着蹲大狱吧。来人！骆御医有何吩咐？劳烦诸位将这人逐出去。是，兄弟们上！苏洛琼，你敢动我？你给我等着，我看你能逞强到几时！追！麻烦诸位了。洛神医，刚刚接到消息，已寻得药圣踪迹。药圣，真的？千真万确，恭喜骆御医。不必行礼。多谢世子殿下。我的人已经找到药圣了，2日后他老人家便会抵达太医院，届时我派人送你前往，让你们师徒当众相认。2辈子了，没想到我还有机会再见师父。世子为洛琼寻到亲人，此等大恩，洛琼没齿难忘。看来这苏家真是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啊！起来吧。二弟，你怎么一声不吭，搞出这么大的事来？大哥，我今日就是来揭发苏洛琼的，给小唐讨回一个公道。就知道你偏心，故意瞒着没告诉你。那倘若他真的是药圣的徒弟呢？不可能，2年前是个无糟老头送他回家的。他要真是药圣的徒弟，我岂能不知？听到了吧，大哥，你今天就看着吧，我们如何撕下苏洛琼的假面。可是，哼，苏洛琼，你还敢过来啊？今日莫非是来道歉呢？不过给过你机会，你不珍惜，今日就算你跪地求饶，也晚了。到底是谁跪地求饶？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来了，药圣来了。见过药圣大人。不知诸位大费周章让老夫过来，所为何事啊？药圣大人，近来京中有人自称习得了归元真法，我等查探得知，您是归元真法的最后传人，因而想向您求证，您是否收过徒弟？徒弟，我确实收过，
现如今我的徒儿在何处，我也不知啊。这苏若琼不会真是药圣徒弟吧？不可能啊，小唐不会骗我的。这不是我师父。自称是您徒弟的，就是这位骆玉仪。师父，你传授给我的分明就是归元真法，若你不是药圣，又会是谁？他是何人呢？他根本不是老夫的徒儿啊！大哥，你看，我就说了，苏若琼他只会招摇撞骗，就是个香烟混子。怎么会呢？那他之前诊治的病患，还真的是走运。苏若琼，药圣大人已经当面拆穿你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究竟哪里出了问题？难道是卷宗记录有误？归元真法的传人不止一个？药圣大人，虽然我不是您的徒弟，但是我师父传授给我的确实是归元真法。哦，你师父是何人呢？我不知晓我师父的名号，我亦想请问药圣大人，归元真法除了您这一位传人之外，是否还有其他人？我可从未听说过归元真法还有其他传人。药神大人，您有所不知啊，这苏若琼的师父就是个江湖神棍，他的话您可千万不能听。竟然还有此事啊！药圣大人，我师父不是骗子。药圣大人，这苏若琼的骗术极为高明，你千万别被他蒙蔽了。若琼，大哥知道你学业资质是不错，但是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就不要再强词夺理了。药圣大人，我施展的确实是归元真法，可否让我当众展示？医术乃救人之道，切不可有丝毫差池。小姑娘，你就莫要再诡辩了。若是你没看过，又怎知我施展的是假的归元真法？逆女，你竟敢跟药圣大人这么说话！来人！且慢，既然他都这么说了，那老夫就让你施展这次归元真法。如若证明你在说谎，又当如何呀？那洛琼任凭大人处置。好，来人，上草人，把草人拿上来。这起手式跟古书上的记载完全一致啊！认血准，出手稳，入针准，这洛神医功力果然不俗。这次近距离观看，洛琼的针灸术竟完全在我之上，难怪他敢嘴硬至此。要不是我早知道他的底细的话，眼下也定会被他所蒙蔽。药圣大人，现在我可否证明自己的清白了？小姑娘，你确实有几分聪慧，这套针法足可以以假乱真，想必练了很久了吧？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很简单，你蒙不了我，因为这并不是真正的归元针法。不可能，这针法我施展了无数次，疗效极佳，这怎么可能不是真的归元针法？大胆！药圣大人已有定论，岂容你在这强词夺理的？药圣大人，既然您说这是假的归元针法，那可否请您展示真正的归元针法？苏若琼，你住口！这可是药圣大人，你竟敢反咬一口！药圣大人，此女本性恶劣，定要从重处罚才是啊！苏洛琼，你沽名钓誉又不知悔改，可见品行之败坏。来人呐，将他押下去，杖责100，以儆效尤。不，这件事不对劲。且慢！药圣大人，我乃当朝丞相唐青天，这里的事我已知晓。唐大人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药圣大人，苏若琼的案子，苏家人早已上告官府，我需即刻将他押入大牢，以儆效尤。这药圣怕是有问题，杖责100，他分明就是想打死我。唐大人，此事定有蹊跷，若我出事，那世子的医治便会被耽搁。苏若琼，你简直毫无自持之明。世子的毒，药圣大人自会出手，还用得着你来操心？罢了，既然世子在等待医治，那此女就交由唐大人处置吧。药圣大人放心，本相必会秉公办理。骆玉仪，请吧。
大哥，你怎么魂不守舍的？你该不会又在想苏洛琼那个人了吧？唉，她一介女子，此番入狱，这辈子可算彻底是毁了呀。那也是她自找的嘛。大哥，你自己想想，前前后后我们劝过她多少次，给过她多少次机会，是她自己要离家出走，沽名钓誉，不忠不孝，还死不悔改。如今这个结局也是她自找的啊。亏我之前还试图想要相信她，苏洛琼真的是太让我失望了。哎，大哥，这也不能怪你啊。这苏洛琼在药圣面前都敢嘴硬，你被欺瞒，实属正常。哎，只是可怜咱们的小唐啊，这几日可是受尽了委屈了。没事的，我知道大哥也不是故意的，毕竟我才是苏家的养女，大哥没把我赶出家门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哎呦，我可怜的小唐啊，都是你大哥混账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娘一直知道你可是好孩子。小唐啊，对不起，之前是大哥一时糊涂，冤枉你了。这是京都闹市区商铺的地契，送给你了，就当大哥向你赔罪了。小唐，这是1000两银票，给，想买什么尽管买，只要开心就好。你们两个做兄长的，总算是有点样子了。小唐，娘还有一套御赐头冠，一会儿我也让人拿去给你。谢谢娘，谢谢大哥二哥。娘，快，扶娘回房间。哎呀，娘的心疾又严重了。小唐啊，你的养心丸能否加大药量？娘这是心病，最重要的是不能动气啊。都怪苏洛琼那个逆女亲。娘，您就放心吧，药圣大人已经进京了。如果爹亲自开口的话，或许能够请得药圣大人出手为你诊治呢。幸好苏洛琼那个女人不是药圣的徒弟，否则这下真要暴露了。不过也不知道他那师傅究竟是何方高人，竟准给他那么多良方。娘，你就放宽心吧。这次苏洛琼出狱之后，我们定然把他押回来，把旧账都算清楚。出狱？不行，谁知道苏洛琼出狱后会不会翻案？趁他如今在狱中，不如趁他病要他命。大哥，姐姐现在在狱中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，你能不能带我去探监啊？小唐，你性子太善良了。苏洛琼那么恶毒，你可千万不能再心软了。他那种白眼狼，只有从重处罚才能长点教训，你可别管他了。可是姐姐想不开怎么办呀？他要真想不开，死在狱中倒也算干净。罢了，看在你的份上，那我们就勉强去看他一次吧，看看这次教训能不能让他悔过。夫人，药圣大人，我儿情况如何？世子之前可曾清醒过？至今未曾完全清醒。世子这毒非常棘手，之前为他诊治之人，一味的激发他的潜力，看似是为他好，实则是害了他呀。那大人，这毒你可能解？夫人放心，老夫定当尽力。只是这毒比较棘手，老夫需慎重斟酌一番。有劳大人。夫人客气，那老夫先行告辞。快，唤醒景明。刚刚你都听到了，这个药圣有问题，让人去追踪那个老家伙丁景县。是，殿下。那骆御医那边，我亲自去找他。
苏洛琼，有人来看你了。你们来做什么？苏洛琼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我跟你们可没什么好说的。你难道就没有半点悔过？我今天来看你，是因为还当你是我妹妹。少在这里虚情假意了，我身处此地，全都拜你们苏府所赐。苏洛琼，往往还对你有些歉意，甚至试图相信你，你真让我失望。这句话我已经听得太多次了，已经腻了，请你们赶紧离开。你，大哥，不如你先出去，我来劝劝姐姐吧。苏洛琼，从一个受人追捧的女御医，沦为阶下囚，这感觉可还好受？哦对，自从你入狱之后啊，全家人都在安慰我。这是娘送我的御赐发冠，你觉得可还好看？医术之道，救死扶伤乃是凭本事。你招摇撞骗，能骗得了人一时，还能骗得了人一世了。那我倒要看看，你究竟能欺瞒到人几时？是吗？那可惜，你是等不到那天了。你敢在这里动手，考虑过后果吗？是你当众被拆穿，无颜见人，抢了我的发簪，畏罪自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唐大人，唐大人，请。见过丞相大人，民女已探望过姐姐，这便先行告退了。唐大人，您来了，还请您转告世子，那药圣有问题，让他千万小心。骆御医，我看你还是亲自跟世子说吧。世子，世子，老臣先行告退。世子，求您再相信我一次，我的归元针法不可能是假的，是那药圣他有问题。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必行礼，你怎么这般固执？我说过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不信你，又能信谁？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无视那些栽赃污蔑，坚定地站在我这边。此事是我之错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不是的，只是接下来还要再委屈你一段时日。我明白的，世子，那药圣表面上是为我而来，实则是冲着世子您去的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世子苏醒的事，眼下是绝不能公开的。不错，如今这药圣跳出来，说明他背后的人已经开始着急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只要引蛇出洞。世子请放心，我定全力配合。我跟丞相已经打好招呼了，过不了多久，你就可以离开这里。到时候，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。起来吧。见过二皇子殿下。起来吧。谢殿下。怎么样？有人对你的身份起疑吗？殿下放心，那真药圣这么多年不见，再加上殿下布置周密，至今无人怀疑。那就好。永安侯府寻找药圣，定然是急于让他恢复。我们必须抓住这次机会，置他于死地。是，殿下，我已取得侯府信任，下次为他诊治之时，便趁机要了他的命。那个医女，你准备如何处置？我本想打死他，可谁知道唐青天来要人，我怕他起疑心，所以人就让他带回去了。现在人在何处？在牢房，但是我们的人插不进去。废！属下无能。若不是那医女，那永安侯世子早就死了，何必如此大费周章？殿下，我怀疑唐青天就是故意跟你作对。这还用你说？该死的唐青天，本王分明已经暗示过，让他不要多管闲事。
他却还是把那裴景明找来了。殿下放心，3日之内必要那裴景明性命。动作快点！裴景明是太子表兄，也是太子最大的倚仗。只要他死了，本王的登基之路便可畅通无阻。到时候，唐青天也好，其他人也罢，我们慢慢清算。是。属下先行告退。这药圣背后竟是二皇子，我得尽快禀报世子殿下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这以前清运堂坐诊的女御医欺世盗名，被药圣当场揭穿，投入监牢了。药圣，老夫就站在这里，哪个宠物敢冒充我？听说了，这女医呀，本是医官之女，只不过自小流落在外，沾了身招摇撞骗的恶习。回去后刚学2年医，就离家出走，现在又开始骗人了。医官之女流落在外，离家出走，难道说的是小罗琼？这治病救人的事，他也能作假？他家里人都是太医，据说他偷了些养心丸、解毒丹之类的药，还谎称自己会那个药圣绝学归元针法，把所有人都骗得团团转。岂有此理！那都是我传给洛琼的，谁敢说他招摇撞骗？那女御医骗术那般厉害，又是怎么被拆穿的？那女御医品行败坏，可她家里人高风亮节啊！发现她行径后，直接告发官府，还找到归隐的药圣，当众拆穿了她。据说那医女嘴硬得很，在药圣面前还死不承认，咬死自己没问题呢。小罗琼当然没问题了，他可是我徒儿。这苏家人的脑子是被驴踢了吗？怎么会如此残害自己的亲生女儿？不行，我得去为我的徒儿证明。等等，有人冒充老夫且未引起怀疑，此事绝非普通人能做到的，这其中必然有诈。说不定就有人等着劫杀我呢。我此番去找罗琼，绝不能以郎中的身份出现，我就乞丐吧。苏洛琼，你之前的病患秦掌柜唐大人、永安侯世子已经不追究你的过错，你可以出狱了。是。处罚虽免，罪责仍在。你出狱后不可再行医。是。等等，这些只是说给别人听的。你回到侯府别院后，照常给世子看诊。明白，多谢。夫人，今日老夫便用归元针法为世子化解毒性，这一针下去，今夜子时便是永安侯世子的死期。大人开药即可，针灸就不必了。夫人，世子的毒若不用归元针法，根本无法化解。我听说针灸之术极其危险，一招不慎便会危及性命。药圣大人医术高超，想来不靠针灸也是能解毒的。夫人，不用归元针法与放弃治疗无异，世子的病情定会被担疼。我意已决，大人照做便是。夫人，您这么做，侯爷可知道吗？我的意思就是侯爷的意思，你只管开药便是。是。夫人，你若执意如此，那世子之后的病情，老夫可不敢保证啊。知晓了。夫人，洛御医不必多礼，为世子诊治要紧。
世子，您抬抬腿试试。景明，你腿有知觉了。娘，世子，我扶您下地走试试。有劳了。景明，你终于重新站起来了。洛玉叶，景明这毒还有多久可以完全化解？夫人，世子的毒性已经去除10%-7%，接下来只需经常走动，勤加锻炼，便可与常人无异。半个月之内，世子的余毒便可彻底清除。洛玉叶，我真不知该如何感激你才好。夫人不必客气，世子能够好起来，洛琼便已经很开心了。景明，刚才那个假药圣一定要快些处理，还洛玉叶一个清白。娘，洛琼，你们放心，他们蹦跶不了几天了。那夫人世子，洛琼便先告退了。等等，你不是说我近日需要经常走动吗？正好，我送你回去。这，景明说的不错，你们去吧。是。姐姐，你居然出狱了，怎么做到的？该不会是用了什么下作手段吧？论手段下作，这世上无人比得上你吧？姐姐，你被药圣当众拆穿，名声尽毁，这就算是出来了，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？我若是你呀，早就无颜苟活于世，直接一头撞死。苏唐，你现在很害怕吧？怎么，是上次在地牢没成功，着急了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但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不就是觉得只要我死了，苏家只剩下你一个嫡女？你不就害怕我夺走了父母兄长对你的宠爱？你还嫉妒我医术比你高明？你住口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你不过就是个行为粗鄙、上不得台面的乡野村姑、市井混混，我会怕你这个贱种？那你急什么？你若是真有信心，又何故出现在这里？怎么，是闲来无事，没事找事儿做？你个贱人！洛琼，对这种出言不逊之人，打烂他的嘴，最为省事。你敢打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苏院派的嫡女。他可是永安侯世子，别说打你，就算打你爹苏雄，他也只能受。碍眼的东西，还不走？还想再挨一巴掌？你，小桃，小桃，小桃，起来，来。苏洛琼，你在干什么？她可是你妹妹啊！苏洛琼，小唐很关心你的，知道你入狱以后，他第一时间来看你，你竟如此的待他。什么妹妹，我可不认。我说过，你们和他都是我的仇人。苏洛琼，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我从未见过比你更恶毒的人。苏家这有眼无珠的东西，我今日算是见识到了。你是何人？你不配知道。哼，大哥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姐姐一生气，他就不由分说的朝我动手。哼，苏洛琼啊，你不仅会招摇撞骗，现在还学会偷养奸夫了。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礼义廉耻啊你？二弟，苏琪，休得胡言！我和他清清白白，岂容你造谣污蔑？你竟敢打我！这么快就学以致用，不错。不是的，我是不能让他们污蔑你的清白。苏洛琼，你真的是无可救药！我今日便要替父母好好教训你这个混账！我要看看这个奸夫到底是何方神圣！二哥，二弟，爹，你有没有事？这里乱糟糟的，太危险了。要不我先扶您回去休息。无妨，正好锻炼身体。苏洛琼，因为之前你过得不太容易，我才对你一忍再忍。怎么，你是要把我们这份亲情全部都消耗掉吗？
到这个时候，你还说这种话，哪里来的亲戚？我早就说过，你们是我的仇人。姐姐，我知道你讨厌我，可哥哥们都是为你好啊，他们不愿看你走入歧途，难道有错吗？你这么做，他们该多难受啊！不长教训，还敢言语众生，该打！苏洛乔，你们实在是太过分了！今天你必须下跪道歉。让我下跪，你们还不配！你，大哥，别跟他废话了。像他这种白眼狼，早就该家法伺候了。您命体未愈，这里有我，您先回去吧。他们自讨苦吃。上，保护殿下！谁？什么人？师父，师父，你们这群狼崽子，竟敢欺负我徒儿！师父，二哥，二哥，你流血了！二弟，你怎么样？这个畜生，臭乞丐！师父，小罗球，你受委屈了。放心，师傅来了，以后谁也别想再欺负你了。今日谁敢动我徒儿，得先过老朽这一关。谁敢动洛神医，也得过了我们这关。你们是何人？苏洛琼的师傅。哼，我管你是谁，今天你伤我二弟，我定绝不饶你。不会饶我，小贼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拿我如何！臭乞丐，你敢砸我！苏洛琼品行败坏，定是跟你一脉相承。品行败坏，我徒儿聪明好学，倒是你们苏家狼心狗肺，偷了我徒儿的药方，如今竟敢斗他一把！你这老乞丐还挺护短。苏洛琼可是说了，他师傅掌握了归元针法，通晓养心丸、解毒丸的秘方，堪比药圣大人。你这一出现，岂不是打了他的脸？无知小辈，他师傅我就是药圣。哎呦，这般拙劣的谎言，你竟也说得出口？师傅，你是药圣？不错，为师向来最烦那些虚名，也从不把那个名号放在心上，因此未曾向你提起过。果然，我就知道，师傅你传授给我的针法定然是最正统的。晚辈见过药神前辈。真不愧是苏洛琼的师傅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就你还假扮药圣，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长什么样？怎么回事？明明药圣已经出现了，这老头怎么还敢自称药圣？不行，不管有什么内情，他都必须是假的。老人家，我知道你是想护着姐姐，才替她圆谎的。但是，药圣已经现身了，你这么做也会害了你自己的。药圣现身，老夫就站在这里。之前你们见到的药圣是假的。哎呀，这般拙劣的谎言，你竟也说得出口？笑死人了！别说药圣已经出现了，就算没有出现，你也绝不可能是真的药圣。我如何不能是药圣？哼，你要装也装得像一点吧。你看看你自己，衣衫破败，满身污秽。那堂堂药圣可是整个杏林界的前辈，哪会落魄到如此地步？如今可真是江河日下，人心不古。你们这般瞎眼之人，竟也能行医？你个臭乞丐，
也配对我们指手画脚？我们出身衣冠世家，自幼行医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信不信我打死你！啊！医术乃救人之道，凭的是真才实学，而不是表面的出身、穿着和名声。是注重身外之物，那叫徒有其表。但如此浅薄，这辈子你们难有成就了。哎呦，哈哈，不愧是江湖骗子呀！若非真正的药圣已经出现，我怕是要被你唬住了。哼，只可惜你根本骗不了我。今日你伤我苏家的人，我一会儿定会把你伤人和欺诈之罪一并上报官府。哈哈哈哈！去，现在就去！哼，我还怕你不成？哼，好，那就等着瞧。哼，我们走。我就不信，世道还能颠倒黑白。你们先退下。是。我琼啊，快告诉师傅，哎，你分明是苏家女，可他老为何如此污蔑你呀？师傅，是洛琼没用。洛琼明明知道他们看不起我出身乡野，只顾着自家养女，却还是默默付出。到头来，功劳都是别人的。他们连我会医术这件事情都不相信。悬壶济世，不图回报。你不愧是我的徒弟呀！哎，那苏家有眼无珠，不值得你付出。师傅，我跟苏家已断绝关系，从今往后，我只有您一个长辈。早知道苏家如此秉性，我便不让你回家了。无妨，待我揭穿那冒牌货，你便是药圣的亲传弟子，苏家嫡女的身份，不要也罢。前辈，我乃永安侯世子裴景明，您放心，我定能将您验明身份。殿下，属下无能，那侯府不知从何时起对我有了戒心，我没有找到机会对他下手。废物！你知不知道，就在刚刚，真正的药神已经出现了。这什么？殿下，我们分明严防死守，仔细盘查，走错了郎中啊！那个药神扮成了乞丐，苏家人已经报官，明日官府便会找你对质。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坐实自己的身份，把他当成假的。是。如果此事败露，彼一家老小就来世再见吧。殿下，我对你忠心耿耿，求你放过我的家人。求你放过你！永安侯世子不死，日后太子登基，被清算的就是本王。你误我大事，还要求饶？属下知罪。药神前辈，我娘的病怎么样了？令堂的心疾我看过了，他患病已久，能保持如今状态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前辈，我娘之前服用养心丸的时候，日常是无碍的，可如今她病情恶化，不知可否加大药量？养心丸配得很不错，若是再加大药量，恐会伤身呢。他竟然没看出养心丸的猫腻，这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卧床静养吧，心疾之症向来便是如此。看来他确实是假的。难道苏洛琼的乞丐师傅竟然是真药圣？是。
苏元盼，这位小姐便是你那位研制出养心丸的女儿吧？不错，这便是小女苏糖，养心丸就是她研制的。令人自知不凡呐、老夫愿意收她为徒，不知苏元盼，你可愿意啊？哦，哎呀，能被药圣前辈看上，不仅是小女苏糖的福气，更是我苏府的荣幸啊！苏糖，还不快来磕头拜师？我到底要不要拜这假药圣为师？小唐，你还不快去！从今以后，你就是药圣亲传弟子了。药圣亲传弟子，只要他的身份不被揭穿，那我苏糖的地位将今非昔比。师父，请喝茶。师父，从今日起，我就是您的徒弟。今后师父有任何命令，徒儿定竭力达成。好啊，苏元盼，你可真是有个好女儿啊！啊！好啊，苏元盼，你可真是有个好女儿啊！啊！就苏洛琼师傅那副模样，谁会相信他是药圣？我师傅占得先机，谁说假的就不能变成真的？快起来！前辈，从今日起有何虚实，尽管吩咐。今日呢，老夫前来除了看病收徒，确实还有一事相商。哦，前辈请讲。老夫听闻今日令郎上告官府，说是有人冒充老夫，打着药圣的旗号行骗。药商大人，此事是我所为。简直是岂有此理啊！那江湖郎中着实可憎。苏元盼，我有一计，明日可当众拆穿他。只是此事需要你来配合。不知大人需要我做什么？明日我会当众提出比试遗属，劳烦苏元盼为证人，为我寻得2名病患。前辈放心，此事包在我身上。2名病患的备选，我心中已有，稍后我会派人把资料送给你。老骗子带着小骗子出来行骗了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你们还是担心你们自己吧。各位，今日唤你们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想必你们都已知晓了吧？自然，有人冒充老夫，打着药圣的旗号欺负我徒儿，我此番前来是来揭穿他的。老夫行得正，坐得端，药圣的名号被叫了几十年，倒是你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，在这里信口开河。二位空口无凭，堂堂药圣行于世间，总不会无故人相识吧？你们2人有何人能够担保作证啊？老夫前几年拜会过治世的太医院老院使，他能给我作证。巧了，老夫前不久刚与治世的李院判喝过茶。那李院判5年前就犯了痴呆，他的命还是老夫抢回来的。二位可还有其他人证？不妨一一说出，本相自会派人前去查证。唐大人，老夫建议不必这么麻烦了。哦，什么意思？身为医者，医术乃是立地之根本。老夫建议，不如找2名相同病患，让我们当众行医诊治，看一看谁的医术更高一筹，谁便是真正的药圣。师父，他们既然主动提出此事，想来其中必定有诈。
你千万要小心。这病症相似着，这病因可能大相径庭，这比试的公平，你如何才能保障？若让你有所顾虑，我可以由你先行挑选病患，如何？那2位患者由谁来寻？那便由本相派人搜寻相同病症的患者吧。等等，苏院判有何高见？唐大人，众所周知，唐大人是苏洛琼的病患，由唐大人来搜寻患者，恐怕不太合适吧？本相一向公私分明，苏院判，你这是在质疑本相？下官不敢。唐大人，下官也是为了比赛公允。以下官看，这患者无人由我来选更为合适。你？不错，这2位分别是我2个女儿的师傅，我自然不会偏袒于任何一方。不偏袒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苏家早已跟苏洛琼断绝关系了？唐大人既然这么说，那就是听信谣言，要偏向于苏洛琼了。哼，苏院判，是你的立场本就经不起推敲。2位大人不必争执了，我方才已经同意让他先行挑选病患。现如今，如若由我来指定谁去找病患，应该也还算公平吧？我师父已先行让步，你们怎么还不敢接受比试？难道说是心虚露怯？少装模作样，我根本信不过你们苏家。若是由唐大人选定患者，我们自然答应比试。什么话都被你们说了，到底是敢比不敢比啊？如若是不敢比，那就直接认罪吧。老夫兴你起实在，什么事情没见过？小小的伎俩管用吗？这么说，您是应战了？师父，您可否想好了？徒儿，他们2个患者啊，老夫还真起了兴致。你难道不想看看他们想耍什么花招吗？师父，您这是想在赛场上揪出他们的尾巴？不错。师父，不如让洛琼代替您比试，也好让您看看徒儿这2年来有没有进步。听到没有？你这冒牌货，我徒弟就能击败你。师父不上，却让徒弟来，你们这么做不就是为了事后找补，说是师父没上场不算数吗？老夫既然敢赌，就要输得起，还请唐大人见证。今天我徒弟代表老夫，若他输了，老夫这药圣的名号就送给这个冒牌货。传闻药圣大人超脱世俗，淡泊名利，这位前辈行事洒脱不羁，倒与传闻毫无二致啊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宣布苏洛伊的比试结果等同于他师傅，你们这边可还有异议？不知道我这便宜师傅这局试的够不够高明？如果苏洛琼表现出色，那他岂不会是大出风头？不行，这不合规矩。我此番设局本就是孤注一掷，药圣实力深不可测，能不能看穿还真不一定。而今他托大让他徒弟上，那么我绝不能错过此等良机。既然他对自己的徒弟这么有信心，那老夫要是不答应，倒显得不近人情了。师傅，您跟苏洛琼比，就算是您赢了，他们也会说您胜之不武呀。怕什么？我又不是没有徒弟。我对我的徒儿也非常有自信。既然对方选择了让徒弟出场，那么今日我的徒儿也可以代表我。很好，能与苏家养女正面比试，我求之不得。我怕什么？你怎么说也是研制出养心丸和解毒丸的天骄，老夫相信你一定比那个江湖神棍强。可是师傅，我若是输了比赛，咱就没法收场了呀。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，放心吧，你不会输的。您的意思是？那2名病患都被我投了定时发作的毒，你去诊治之前
想喂他一颗解药。也就是说，比试时苏洛琼没有解药，他的病患便会毒性发作。他医术不精，当众医死病患，你说他还有翻身的机会吗？这么一来，他们师徒俩就彻底完了，而我却可以借此机会踩着他们师徒俩声名远扬。机会就摆在你面前，就看你抓不抓得住了。师傅放心，徒儿定赢了这苏洛琼，为您把这药圣之位坐实了。唐大人，我也愿代替师傅比试比试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便准备开始比试吧。这2位病患皆是因为双腿失去知觉，不能行走。今日便看你们谁的医术高明，能让他们枯木逢春。姐姐，可别说我没有让着你，按照规定，你先挑吧。他医术平庸，却敢先让我挑病人，看来这2个病患都有问题。我今日定要找出其中猫腻。快服下。谢谢大夫。病人双腿气血阻滞，归元针法可复通经络，让他当场恢复。不过，这又是过于明显，事情定然不会这么简单。你那徒儿怎么还不动手啊？他看起来有些为难了。医者仁心，我徒弟向来谨慎负责，慢工出细活嘛，不想有些庸碌之辈，为得虚名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哼，那咱们就等着瞧。怎么样？你的腿有感觉了吗？有感觉，有感觉。动一动。动了，我动了。谢谢女神医。唐大人，经民女的针灸，这位患者的双腿已经初步恢复知觉，后续再坚持治疗，便可重新站立。不错，不错。他怎么还不动手？再不动手，病患毒发了怎么办？不行，我得逼他一把。姐姐，你怎么还在诊脉？这么明显的症状，您不会诊断不出来吧？哼，我纵然不知，在比试过程中，可以有人干扰比试吗？肃静，比试尚未结束，不得干扰他人。唐大人，我的诊断已经结束，可姐姐还尚未开始，我怀疑她根本诊断不出。医术重在疗效，而非速度。你们这么着急，是怕输吗？非也。若你们一直这样拖延时间，那我们大家一直陪你耗到天黑吗？如今比试开始，不过才半炷香的时间，诸位且不必心急。可这比赛总不能没有时间限制吧？苏洛琼，本相再给你1炷香的时间，你需完成诊断，开始整治，如何？是。就算你知道这其中有诈，也毫无作用。那毒不到发作时，脉象根本不会有明显异常。施诈的方式，无非就是那几种。洛琼，为师信你能处理得妥当。这脉象看似正常，但总让人觉得好似有哪里不对劲。看来这贱人要不战而败了。我知道了，这脉象在2炷香的时间内跳动速度在隐隐加速，这意味着扎根在他体内的隐患正在逐步发酵，即将破土而出。这时间就要到了，你怎么还不动手啊？是束手无策，准备放弃了吧？他们用毒，为了坑害我，他们竟不惜谋害无辜百姓。罗琼别怕，有师傅在，你就放心去治。是。
苏唐，这次你们当真是自作聪明。过会儿可能会有些疼。好。归元针法不仅能疏通经络，更能封血压毒。我只需压制毒性，使其无法发作，再治愈患者双腿，即可赢得比赛。忍住，今日我必定让你站起来。姐姐，这位病患如此疼痛，你该不会是误诊病因了吧？苏唐，你若是再干扰对手就诊，本相就要将你请出场外了。是。哼，唐青天，你帮不了他，这病患体内毒性明显已开始发作，很快就会不治而亡。丫头的手法不错不错，哼，我没少教她东西。头痛，哎呀，最后一针了，千万忍住。竟然能行走了！这人明明腿都已经废了5年有余呀！好，我便知道骆雨衣果然医术了得呀。苏洛琼能有如此医术，那他师傅……哼，别高兴太早，这病患马上就会毒发身亡。我居然跑起来了！女神医，真是女神医啊！洛琼啊，不愧是老夫的得意弟子。2年不见，你的医术没有下落，很好。多谢师傅夸赞。各位，同样是双腿残疾，不利于行。苏唐诊治后，病人只是些许恢复知觉，而苏洛琼尽可让病人恢复行走。这比试结果显而易见。这人怎么还没毒发？唐大人且慢，以实力见真章，可是你自己提出来的。眼下结果已出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唐大人，方才苏洛琼为病人诊治时，病人痛苦不已，老小怀疑他为了赢，强行激发病人的潜力，看似为病人诊治，实则病人会油尽灯枯。放肆！你以为无凭无据、信口开河就能够不认账了？唐大人，请再给我1炷香的时间。若他真的用了邪门歪道，那这病患他定撑不了多久。哼，休要无理取闹。唐大人，不如就给他1炷香的时间，让他说个明白。好，那本相就再等1炷香的时间，之后再宣布结果。好了，我真的全好了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应该呀！你是否在讶异，为何这病患还没有毒发身亡？他怎么会知道？你在胡说什么？唐大人，我要告发这个骗子不仅假扮医圣，而且还和苏院判狼狈为奸，为赢比赛不惜给病患下毒。孽障！你胡说些什么？如今病患身上的毒只是被我用银针暂时压制而已，要想验证此事非常简单，只需逼出胸口的毒血，用银针一试便知。来，麻烦您过来。唐大人，还请您看。银针变黑，病人果真中了毒啊！这位小哥，你仔细回忆一下，这2日可有被人喂服过什么？回禀大人，小民来的时候遇见了一个蒙面郎中，他给了小民1粒药丸，说是能强身健体，小民就吃了。这药丸我也吃了2枚，刚刚诊治我时还喂了我1枚。大人，唐大人，求求你们，让女神医帮我看看吧，我还不想死。放心，你的第2枚药丸必定是解药，他们为赢比赛，不会让你有事。大胆狂徒！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们可知罪？唐大人明鉴，今日由我比试，全是临时起意呀，为患者服药，全都是听从他的安排。胡说八道！明明是你自己的事情，往老夫身上扣。苏雄，
这2人是你找来的？下官冤枉啊，唐大人！这2位病患是药圣大人。呸！是这冒牌货主动送上门来，让我送来的呀！好啊，好啊，好你个苏兄！苏家竟然敢反水，之后最好不要后悔。所以你承认和假药圣串通，栽赃陷害？不，下毒的事与我无关。我以为他是药圣。再说了，谢宁前辈的话，我也不敢不听啊。这些话，等你留到刑部大牢再说吧。唐大人，民女是听父之命拜师，尊师之命看诊，这期间的内情，民女一概不知啊。是吗？你什么都不知道？哎，那你倒说说。哎，这养心丸、解毒丸，究竟是谁的药？是我研制的药。唐大人，苏唐也是欺世盗名之辈。养心丸、解毒丸，乃是老夫所创，在太医院库中，这药方早就有登记，只是未注明药量，没人能用罢了。唐大人，你可以派人去太医院核查老夫所说是否属实。前辈放心，本相这就派人查明真相。什么？若真如此，你先前为何不说？先前老夫身份未明，说出来让你们去毁坏证据吗？我看你就是故意的。你若早说此事，我又何苦拜你骗子为师？我看你就是想让我当众出丑，是不是？你要是这么想，老夫也没办法，我就是无用。哎，你奈我何？都怪你！你若真是药圣，为何要把你的徒弟送回苏家？不是苏洛琼，我怎会沦落到今天这般地步？将徒儿送回蛇窟，是老夫生平做过的最后悔的事。苏唐，你还真是无耻，自己作恶却总推在他人身上，如此不辨黑白。你有如今这般地步，全都是你咎由自取。我有什么错？我做了苏家10几年的嫡女，所有的关爱都是我的，为何你一回来我就变成了养女？我何苦要弱你一头？所以事到如今，你仍不悔？不悔，即便是再来一次，我仍旧会这么做，让爹娘兄长所有人的目光都得在我身上。我就是见不得你好。那你还真是可怜呢，人活一世，只为博取他人关注，只可惜你费力争取的却是我不要。你住口！若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会如此？我恨你！你这条毒蛇，我们苏家好心收留你，你竟然给我们苏家带来了灭顶之灾！爹，你打我！你别叫我爹，我打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若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会连亲生女儿是药圣的徒弟我都不知道，更不会误入歧途，成为假药圣的帮凶。爹，我只是不想失去你们。你滚开！我们苏家收留了你，真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，我恨不得你去死！爹，这些锥心刺骨的恶语，如今终究还给了苏唐自己。来人，将这3人押入大牢，严加审问。是。两世了，这些以家人之名欺我辱我的凶手，终于得到了报应。都这么晚了，小唐和父亲怎么还不回来呀？该不会出什么岔子吧？大哥，你就是爱操心。小唐跟父亲跟着药圣大人，不会出差错的。不知为何，今日我总是心神不定的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啊！二弟，你说这堂药圣大人为何对母亲的病束手无策呢？而这唐大人在苏洛琼的治疗下却精神抖擞。大哥，你不会又要开始犯傻，要偏心那苏洛琼那个贱人吧？上次小唐被你惹伤心，我们好不容易才哄好的。可能吧，可能是我想多了。大少爷，大少爷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那个药圣他是假的，真的药圣是洛琼小姐的师傅。那个假药圣
用毒想操控比赛，结果被当众揭穿。老爷和苏唐小姐都被当成共犯押进大牢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千真万确都传开了，老爷遭受了连累，回不来了。这不对呀！倘若苏若琼真是药圣弟子，那为何小唐的养心丸会救了母亲呢？哎呦，二少爷，药圣大人早就说了，那养心丸解毒丸是他所创，在太医院的库府早有备案。但是这药的用量，只有洛琼小姐知道啊。难道是苏若琼一直在救治母亲？是，如今事情已经败露，苏唐小姐承认，她为了博取家人的关爱，一直在抢洛琼小姐的功劳。对上了，这一切都对上了。自从苏若琼离家以后，母亲的病急转直下，我和父亲解不了的毒，苏若琼却可以。原来这前些日子我根本就没有冤枉苏唐。难道这么多年，小唐一直在骗我们？二位公子，我跟你们说实话吧，洛琼小姐在苏府的时候一直住漏雨的柴房，厨房不准给他们送饭，这一切都是苏唐小姐命令的。那你先前为什么不说？苏唐小姐说了，谁要说就把她赶出苏府，卖到街上做苦力。再说了，谁说了也没人信的。二弟，你知不知道苏若琼住在透风漏雨的柴房里，平日里只能吃些残羹剩饭，甚至有的时候还忍饥挨饿。什么？不可能吧？我苏家还能缺她一口吃的？我亲眼所见，岂能有假？大哥，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怎么那么关心那个废物？是，别说你们了，就算是大哥亲口说，我们也根本无人在意的。不仅如此，洛琼小姐之前跟苏唐小姐学医的时候，苏唐小姐每一次都让她试药，喝完药之后，洛琼小姐都在吐血。所以，苏若琼捡药渣、熬解毒药，都是因为那个苏唐给害的。苏若琼竟然真的中毒了。这苏若琼还没有找到，她在外面到底经历些什么呀？她怎么会中毒呢？大哥，你就别操心了，她就算是中毒了，也定是在外面沾染上的。是啊，大哥，姐姐流浪在外那么多年，说不定她就喜欢居无定所呢。算了，堂堂药圣弟子，在我苏家吃不饱穿不暖，遭人毒害，竟只能用药渣解毒。先前苏若琼在家的时候，她怎么不跟我们说呢？不，她跟我说了，这事我根本不信呢。我师父性情洒脱，行事不拘一格，医术高超，却从未提起他的名号。若是归元真法的传人只有一位，那我师父定是药圣无疑。药圣是你师父？就你？苏若琼，这种谎话你都能说得出口，你真是厚颜无耻啊！是啊，苏若琼跟他师父重逢相认的时候，不就在我们眼前吗？我这小辈，他师父我就是药圣。师父，你是药圣？不错，为师向来最烦那些虚名，也从不把那个名号放在心上，因此未曾向你提起过。果然，我就知道师父你传授给我的针法定然是最正统的。真不愧是苏若琼的师傅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就你还假扮药圣，也不照着镜子看看自己长什么样。这般拙劣的谎言，你竟也说得出口？笑死人了！别说药圣已经出现了，就算没有出现，你也绝不可能是真的药圣。我如何不能是药圣？你要装也装得像一点吧。你看看你自己，衣衫破败，满身污秽，那堂堂药圣可是整个杏林界的前辈，哪会落魄到如此地步？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苏若琼曾经无数次想要为自己辩解，试图想告诉我们真相，是我一味的偏心苏唐。我从来没有认真的听他说过一句话，一个字。难怪苏若琼对我们恨之入骨，她可是我们苏家的天之娇女啊！可我们却活生生的把她踩进了泥里。这些年，
我都做了些什么？对了，二弟，平时家里的账目都是交由你来协助打理的，你这几个月有给苏洛琼月营吗？给他月营？他每个月都乱拿药，现在还倒欠我药管银子呢。大少爷，大小姐她没有拿药，拿的都是医馆废弃的药渣。都怪我，我明明已经去了太医院的府库，却没有想到去查证一下养心丸和解毒丸。当时大哥你明明已经查清楚真相了，大哥，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父亲只是被牵连，最多罚放半年，应该很快就能回来。至于那个苏唐，他欺世盗名，还有这个假药圣，这个事件就是因为他的谎言引起的，他应该会被重罚。到时候就算他放出来，我也不认他了。不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应该找到罗琼，跟他道歉才是。我们整个苏家都欠他一个道歉，还有道谢。母亲的心急，一直都是他在救治。二位公子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二位公子，那个假医生在狱里招了，他说是受二皇子的指使，目的是害永安侯世子，还说，快说呀！还说谋害世子用的毒药是从老爷那里获取的。大公子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估计官兵一会儿就要来抄家了。什么？去把苏家人都找出来，所有家财充公。是。娘，去把苏家人都找出来，所有家财充公。是。娘，你身体怎么样？大人，我们苏家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会遭到皇室驱逐啊？太医院院判苏雄参与谋害永安侯世子一案，今日抄家，打入大牢，苏家满门革去职务，贬为贱民。什么？娘的病现在还要银两治，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接下来我们可怎么办呢？去求苏洛琼，我给他磕头道歉，只要能救人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当朝第一女御医苏洛琼为永安侯世子被害案忍辱负重，诱敌出动，破案有功，今赏御医府一座，黄金1000两。谢皇上。骆御医，恭喜你守得云开月明，恢复御医身份。多谢公公。洛琼，你们几个黑心肝的，此时过来，愿意何为？药神前辈，之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前辈恕罪。药神大人，我们之前都是被苏唐给蒙蔽了，确实做了很多对不起洛琼的事，此次过来特意赔罪的。洛琼，你还愿意听他们废话吗？我与苏家已断绝关系，这件事连圣上都认可。洛琼啊，以前是娘错怪你了，但是我现在这病骨之里，身身无多，女儿啊，你原谅娘好不好？我原谅你，可是上辈子我到死都没有感受到半分亲情温暖。洛琼，日后你打我骂我，我都绝无怨言。洛琼，往后我们当牛做马都行，只是眼前父亲获刑入狱，苏父已经被抄家了，母亲又身患重疾，求求你，先救救娘吧。洛琼，我知道你心地善良，过往一直都在默默忍受，我们不敢奢求你的原谅，但你毕竟是娘辛苦怀胎10月才诞生下的亲生女儿，你不要跟娘计较好不好？就16年前，你亲手抛弃女儿，骨肉重逢后，你让她受尽欺凌，此等毒妇凭何救她？你说什么？药圣前辈，当年我妹妹丢失，那纯属意外啊！沈凌，16年前宝国死后树林里，你做过什么？还记得吗？不可能，当时现场明明没有人的。娘，你在说什么啊？娘，
师父，你的意思是，16年前是神灵亲手抛弃我的？娘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你快跟他们说啊！他给不出你什么解释，因为他抛弃亲女时亲口承认这么做是为了嫁祸府里的赵姨娘。当时我正好路过这里，我全都听到了。你别说了，我别说了，我求求你别说了。当初你说你对不起亲生女儿赵姨娘，年轻美貌，本就受宠，又怀着身孕，我再不处理，你和你的孩子们留在府里无法立足了，是与不是？娘，药圣大人所说可都是真的。娘，娘，娘，多谢前辈出手相救。别谢得太早，我此次出手，只是为了当面对质，以免话未说清，死无对证。这样行完，我保他12个时辰无异。1日之后，是死是活，我全不再管。神灵，我师父绝不可能冤枉。我当时真的是没有办法了。16年前没办法，那这2年呢？我不敢面对他，我心中有愧，一看到他我就心里不安，只敢通过小唐来知道他的情况。你苏府的人寻到洛琼后，我本不想放手，可我念她是个姑娘家，跟我东奔西走，并非长久之计。再加上我以为你出于愧疚会尽力弥补，这我才送她回家，却万没想到毒妇就是毒妇。洛琼啊，娘真的错了，娘对不起你。住口！你根本就不配提娘这个词。说你们真觉得抱歉，那就麻烦你们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。我如今最大的心愿就是甩掉你们这些包袱。洛琼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们已经没有资格让你原谅了。洛琼，既是你心愿，那我们以后定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碍眼。师父，我们走吧。行行好。短短1月，爹入狱，娘过世，我们声名狼藉，沦为贱民，现在只能以乞讨为生。这一切都是拜那个苏唐所赐。大哥，你说我当初要是早点信你，早点发现真相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就不会有今日了？你别说了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听说最近永安侯世子为求娶当朝第一女御医，每日往太医院跑，望眼欲穿，求骆御医点头呢。骆御医可是宫中红人，听说太后发话让骆御医好生考察，不要轻易点头呢。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呀？善恶终有报，我们活该啊，活该啊！世子怎么又来了？我说不来，何时通过考察？那通过考察后，世子就不来了？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求洛御医给我一个往后余生都能照顾你的资格。